欢迎来到新闻频道。当您订阅频道时，演员们会很高兴。陈都灵、周逸然领衔主演乔楚，凭什么火遍全网？2026年古装剧赛道的竞争比往年更加激烈。张艺谋监制的现实大剧主角，聚焦非遗传承的家业刚刚落下尾声，由陈都灵、周逸然领衔主演的古装权谋重生剧《乔楚》就强势接档。开播首日就登顶优酷站内热度榜首，角色话题开播16分钟破亿，短短3天站内热度就突破8300大关，甚至在 Netflix 海外华人剧榜登顶，硬生生在暑期档提前杀出了一条血路，成为今年现象级的古装黑马。从数据来看，乔楚的爆火是肉眼可见的，开播首日优酷站内热度突破7000。次日就涨到8500加，单日涨幅超1000点。陈都灵饰演的女主楚朝16分钟角色热度破亿，刷新了优酷女性角色热度最快破亿的记录。周逸然饰演的男主谢印来也只用了42分钟就实现热度破亿，成为平台首位00后破亿男演员。更夸张的是，开播时超过30位艺人自发转发宣传。杨洋、金靖发起线下包场，卢玉晓、陈立农组织的云包场虚拟座位累计超过20万。这种半个娱乐圈撑腰的阵仗，哪怕在顶流新剧里都极为少见。到底是什么让这部剧刚开播就火遍全网？我们不妨拆解一下乔楚的爆款密码。近年来，女频古装剧的风向早就变了。观众看腻了傻白甜女主依附男主谈恋爱的俗套剧情，早就开始追捧不圣母、不恋爱脑的大女主爽剧。可去年以来，市面上真正能打的古装权谋重生剧少之又少，乔楚的出现恰好精准填补了这个市场空白。不同于传统大女主剧磨磨唧唧几十集才完成成长，乔楚从第1集就把节奏拉满。3集之内完成天真被骗家族覆灭、含恨重生的开局，直接把复仇改命的矛盾抛到观众面前，完全没有多余的注水情节。女主楚朝本是守边大将军的嫡女，前世错信了披着温柔外衣的世子萧寻，心甘情愿成为他夺权的棋子，最终看着父亲被萧寻以莫须有的罪名赐死，楚家满门覆灭，自己也落得个被毒酒赐死的下场，带着前世的记忆重生，回到大婚前夕。楚朝没有陷入谈情说爱耽误复仇的俗套套路，第一时间就收起天真，开始布局瓦解萧寻的阴谋，还主动拉拢不受重视的谢家庶子谢印来。2个人从互相利用的同盟，一步步变成在战场上可以交付后背的伙伴，联手逆转命运。这种快节奏的爽感完全踩中了当下观众的观剧需求，女主全程智商在线，反派也没有刻意降智。萧寻察觉到楚朝态度转变后，立刻提前启动攻变计划，全程权谋博弈，步步紧逼，没有为了成全主角光环强行拉低反派智商。这种全员800个心眼的设定，让剧情全程高能，观众看1集就忍不住继续追下去。更难得的是，在重生题材审核收紧的当下，乔楚大胆保留了重生复仇的核心主线，没有为了过审大幅删减核心设定，光是这一点就足够吸引一大批喜欢爽剧的观众。乔楚能火，演员选角的成功绝对是关键一环。陈都灵出道以来一直被贴上清纯小白花、温婉白月光的标签，哪怕之前在《长月烬明》里演反派，也更多是靠气质出圈。而这次她挑战彻底反差的复仇大女主，反而给了观众足够的新鲜感。为了贴合楚朝从天真少女到杀伐决断长公主的转变，陈都灵在造型上做了足了文章。前期在边关时是素雅素衣，到了京城逐渐转变为利落劲装，后期掌权后换成红衣战甲与玄黑朝服，28套非遗工艺制作的古装，每一套都贴合人物心境的变化。
最让观众惊喜的是他演技的进步。前世被刺死那场戏，他眼神里的恨意几乎要溢出屏幕，血丝爬满眼尾的镜头，隔着屏幕都能感觉到那种彻骨的绝望。重生之后面对萧寻的虚情假意，他脸上带着疏离的笑容，眼底却藏着不动声色的冷意。这种层次感的表演，彻底打破了观众对他花瓶的刻板印象。而男主周逸然这次也跳出了自己舒适圈。之前他一直以青春校园里的阳光男神形象示人，这次在《翘楚》里饰演从底层禁军小卒一路拼杀上来的镇国大将军，完全褪去了少年稚嫩感，马背打戏利落流畅，战损造型带着破碎又野性的男人味。哪怕和经验丰富的王瑞昌对戏也不落下风。虽然有观众吐槽男主前期气场不够，但周逸然的长相和演技完全撑住了这个从微末崛起的将军角色。他和陈都灵的双强设定，没有谁依附谁，两个走在刀尖上的人互相救赎。这种势均力敌的爱情比强行撒糖好磕太多。配角的表现也同样亮眼，王瑞昌饰演的反派萧寻，把表面温柔内里阴狠的反差感拿捏得恰到好处。前期接近楚朝时的深情款款，夺权成功后的翻脸无情，每一个眼神都带着算计，完全把反派的魅力演了出来。甚至不少观众说他的演技盖过了男主光环。老戏骨蒋凯饰演的楚父，既有手边大将的沉稳老辣，又有对女儿的柔软宠溺，演技自然撑起了全剧的底气，给剧集质量加上了双重保障。不同于很多古装剧全靠绿幕抠图翘楚，为了还原乱世权谋的苍茫质感，直接拉队伍去新疆、北疆实景拍摄，大漠边关的壮阔戈壁，深宫庭院的幽暗压抑，实景拍摄带来的真实感是绿幕抠图永远比不了的。制作团队还和敦煌研究院合作，把敦煌美学融入到服化道当中，朝服上的传统图腾，宫廷陈设里的青绿山水配色，让整部剧的文化质感直接提升了一个档次。观众在看剧的同时，也能感受到东方美学的魅力。当然，翘楚也并非完美无缺，有原著观众吐槽改编时把女主的不少高光戏份嫁接给男主，权谋逻辑也不够深刻，部分滤镜墨皮过度影响观感，但这些争议反而变成了话题。黑红流量反而助推了剧集热度，让更多观众想要一探究竟。追完翘楚的前8集，最大的感受就是，现在观众的眼睛早就雪亮了。一部剧能火，从来不是只靠流量堆砌，而是要真的踩中观众的需求。我们看腻了为了谈恋爱把家国权谋抛在脑后的古偶，也看腻了女主永远需要男主拯救的俗套翘楚里楚朝从炮灰棋子变成执棋者，靠自己的双手改写家族命运。这种我的命运我自己说了算的爽感，才是真正能打动观众的东西。陈都灵从出道时的清纯校花，一步步撕掉标签，挑战不同类型的角色，这份踏实沉淀的劲儿，其实和楚朝的成长线莫名重合。哪怕翘楚还有很多不足，但他至少证明了尊重观众、尊重内容的作品，终究会被市场看见。期待后续剧情能稳住节奏，不要高开低走，给我们带来一个完整够劲的复仇故事。